우산에 붕거 썼네. 아저씨 우산 좀 씌워줄래?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8岁的女孩在上学途中被一个大叔截住，随后在一间废弃的厂房里，女孩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噩梦，被变态大叔侵犯了长达4个小时。这是2013年上映的韩国电影《溯源》，某瓣近70万人打出了9.3分的逆天高分，在全球电影排行榜上位列第36名。是韩国影史上评分第2高的商业电影。故事发生在韩国京畿道西南部的鞍山市。女孩素媛从小和父母生活在这里，爸爸是一名普通工人，在一间修理厂工作，妈妈在城里经营着一家小超市。日子虽然过得并不富裕，但好在夫妻俩勤劳肯干，这让素媛的童年时光过得也十分安逸幸福。然而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却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。这天早上，素媛像往常一样独自步行去上学。外面下起了雨，妈妈跑出来本想送她，可懂事的素媛知道妈妈店里很忙，于是说自己可以走到学校。나도그래할라했다按照妈妈的叮嘱，素媛在大路上快步前行。然而，就在她马上要走到学校时，一个浑身邋遢的大叔将她拦在了路口。眼看学校的大门近在咫尺，但周围却空无一人。无助的素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变态大叔慢慢逼近。随后，她被拖进一间废弃的厂房，经历了长达数小时的非人折磨。等素媛再次醒来时，浑身上下已经遍体鳞伤。她用仅存的一丝意志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当警察赶到现场时，素媛已经奄奄一息。此事立刻在城里引起巨大轰动。在邻居大姐的告知下，爸爸妈妈这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出事了。他们立刻赶到了医院。经过医生的初步诊断，素媛的伤势特别严重，全身上下没有一块是完整的，就连脸上都被咬了一个大大的齿印。而最危险的是她肠道内的创伤，需要立即开腹才能知道里面的具体情况。看着病床上惨不忍睹的女儿，妈妈顿时瘫倒在了地上。很快，素媛就被推进手术室抢救。坐在走廊里，妈妈十分自责，她后悔自己早上为什么没有去送素媛，甚至怀疑是自己指的路才让素媛遇到了凶手。此时手术室里传来了一个坏消息，由于素媛的肠道撕裂导致多处器官受损，当务之急必须将大小肠和肛门全部摘除，否则将会危及生命。然而这却意味着素媛将一辈子带着人工排泄带生活，并且长大后也不会再有生育能力。为了让女儿活下去，爸爸只能忍痛选择了继续手术。经过医院的全力救治，素媛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。趁没人时，爸爸独自一人走进病房，他紧紧攥住素媛的手，强忍着泪水安抚女儿。우리 수원이 괜찮다고 하시네. 힘들어요, 아파요. 바쁠 것 같고, 바쁜 사람도 잡아야 될 것 같고, 배고 많이 다칠 것 같아서, 그냥 112로 전화했다. 잘했다. 누구도 한 마리 똑똑하나. 素媛把凶手的体貌特征告诉了爸爸，他拜托爸爸一定要抓到这个坏叔叔，因为对方向着学校那边去了。素媛担心自己的同学会受欺负。听到这里，爸爸再也绷不住了。等素媛睡着后，他扶着墙颤颤巍巍地走了出去。此时，警方的调查也有了线索，他们在现场发现了嫌疑人的指纹。得知情况的爸爸急忙赶到警局，可局长表示，仅仅找到这些指纹还不足以对嫌疑人实施抓捕，必须有更加确凿的证据才行。爸爸听后顿时情绪失控。这时，一旁的警察告诉他，如果想尽快将嫌疑人抓捕归案，除非得到受害者的当面指认。然而，让刚刚脱离魔掌的女儿再次看到凶手，这无异于是在她的伤口上撒盐。妈妈对此极力反对。 아가 그 끔찍한 날 다시 떠올리다니 그게 키우는 아빠가 할 일인가? 아빠가 돼가지고 언니는 감정도 없나? 감정? 감정도 없다. 그렇다 치지 뭐. 最终，在爸爸的坚持下，警方在医院里对凶手进行了录像指认。为了让素媛配合调查，他们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心理医生。通过医生的耐心疏导，素媛渐渐放下了心里的戒备。隔在窗外的爸爸也向他点头示意，鼓励他帮助警察找出凶手。随后，警方将嫌疑人的照片一张张翻给素媛看。当看到一个叫赵斗淳的男人时，他立马害怕地闭上了眼睛。原来，这个赵斗淳正是那天残害素媛的真凶。为了得到更加确切的指认证据，医生不得不劝说素媛再一次指出凶手是谁。最终，素媛终于克服了内心的恐惧，伸手指出了凶手。一瞬间，屋里的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，而站在外面的妈妈早已泣不成声。有了素媛的出面指认，警方很快就对赵斗淳进行了抓捕。得知消息的爸爸第一时间赶到警局，可这里早已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。好心的女警见状，赶忙将爸爸拉了出去，因为一旦他的身份被曝光，那么素媛的信息也将被媒体公之于众。然而，即便是这样，
素媛入住医院的信息还是被有心的记者扒了出来。看到新闻里的报道，邻居立马打电话通知了爸爸。爸爸听后急忙跑回到医院，带着素媛匆忙转移到其他病房。可在转移的途中，他们还是被记者发现了。众人争先恐后的追了上去，情急之下，爸爸只能抱起素媛向楼上狂奔，妈妈则在下面拼命的拦着记者。眼前的一幕让素媛茫然失措，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爸爸最终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独立病房，可当他放下素媛后，却发现女儿肚子上的排泄带在逃跑中被挤破了。他急忙用毛巾擦拭泄露出来的排泄物，没想到素媛对此却十分抗拒。原来爸爸的动作让他想起了那段恐怖的回忆，他撕心裂肺的大声哭喊。爸爸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莽撞行为让女儿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。好在这时医生和护士终于赶了过来，爸爸只能躲在门口听着里面的情况。另一边，妈妈也因为过于激动再次昏倒，怀孕3个月的她险些因此流产，一个原本幸福圆满的家庭就此破碎了。而自从那天以后，素媛再也不想看见爸爸，每次都把自己蒙在被子里，即便爸爸哭着向她道歉，她也没有给予任何回应。而更令爸爸无助的事情也接踵而至，医院高昂的治疗费用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。为了让女儿能继续康复治疗，他只好打电话向工厂的领班求助，希望能将他的退休金提前预支出来。结果被领班大哥直接拒绝了。돈 때문에 그러는 거면 내가 우리 마누라 몰래 들어놓은 적금이 하나 있거든? 그거 니 갖다 써도 된다. 작년에도 우리 장모님 돌아가셨을 때 네 신세 많이 지고. 빈씨 뭔 소리 하노 지금? 내가 임마 내 돈 빌려주면서 임마 빌어야 되나? 돈 빌리면 빌리는 사람답게 매달려야지. 네 돈 필요하나 안 필요하나 임마? 필요하다. 알았다. 得知情况的邻居们也纷纷上医院来探望，曾经和妈妈闹过口角的大姐更是主动送来了饭菜，两个人面对着面瞬间哭成了泪人。此刻朋友的关心如雪中送炭一般，让这个遭受厄运的家庭看到了一点点光亮。与此同时，罪魁祸首赵斗淳也被正式送上了法庭。可是面对警方的指控，他却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。他说那天喝多了酒，什么事都不记得了。对于现场的指纹和衣物上的血迹，他也都找了一些无法证实的理由为自己辩解。没办法，法院只能以证据不足为由将他暂行收押，等6个月后再另行审判。这个结果令在场所有人都愤怒不已。领班大哥气得直接把鞋子丢了上去，怒骂赵斗淳是个连畜生都不如的人渣。但这却并不能改变法庭的判决。为了帮助女儿走出阴霾，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，妈妈和朋友们扮演起素媛最喜欢的卡通人偶，在病房里跳起了舞蹈。结果这招果然奏效，看着眼前玩偶们可爱的表演，素媛不禁跟着摇晃起了手臂，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这个操作让爸爸也突然有了灵感，他想如果自己能扮上这些玩偶，那他就可以在不伤害女儿的情况下留在她的身边照顾她了。可是面对高昂的服装租金，窘迫的爸爸却犯起了难，他只能询问老板能不能分期付款。 할부예. 예. 아, 잠깐만요. 오래됐고, 색이 없는데, 저 안 쓰는 거기도 하고, 예. 쓰고, 나중에 돌려줘 있어. 진짜요? 예, 진짜입니다. 힘내이소. 고맙습니다. 예. 夜里，爸爸穿上卡通服走进了病房，看到素媛正在看他，爸爸下意识地转过了身，但很快他就调整了状态，小心翼翼地走到床边。他不敢出声说话，只能用画画板和素媛写字交流。临别时，女儿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这让一直以来愧疚的爸爸无比感动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爸爸每天都扮演卡通人偶陪伴素媛，甚至成为了医院里其他小朋友的团宠。而在心理医生的疏导下，素媛也终于开口说话了。她告诉医生，自己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去好好上学。她好想和同学们在一起玩耍，可她又害怕自己这副模样会被大家嘲笑。然而她并不知道，自从这件事发生后，同学们非但没有嫌弃她，反而都在期盼她能早日回归校园。在素媛家的门上，同学们每天都会留下许多鼓励和祝福的字条。就连学生家长们也自发组织起了募捐活动，在无数亲朋好友和社会人士的帮助下，素媛的病情得以顺利康复。4个月后，医院为她举办了温馨的出院仪式。可即便是这样，素媛还是不愿意多看爸爸一眼。没办法，出院那天，爸爸只能用一块白布将素媛的视线挡住。可当车子行驶到出事的那条马路上时，素媛的呼吸不禁变得急促起来，恐怖的画面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，令他感到快要窒息。爸爸见状，猛踩油门加速离开。下车后，素媛开始不停地呕吐，妈妈急忙把她带回家里。可当他们走到家门口时，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。家里的门窗上被贴满了祝福的字条。此刻，素媛才终于明白，同学们并没有远离她，所有人都在期盼着她重返校园。家里被邻居们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同班的小胖更是第一时间赶了过来。见到素媛爸爸后，他放声大哭。 그날 아침에 학교 같이 가려고 왔었는데 같이 갔으면 아무 일도 없었을 텐데. 임마야, 니 와 이러노? 괜찮다. 자네.
由于妈妈的临产期越来越近，邻居大姐主动担起了送素媛上学的任务。一路上，素媛用手紧紧地按着排泄带，生怕自己的异状会被别人嘲笑。殊不知，在小胖的带领下，几个男同学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，自觉肩负起了保护她的重任。然而，当素媛走到出事的那个路口时，紧张的心又再一次提了起来。好在爸爸穿着卡通服及时出现，让素媛瞬间有了安全感。他拉着阿姨的手，勇敢地向学校走去。为了避免女儿的心灵再次受到刺激，爸爸偷偷找到学校校长，恳请对方不要安排男老师与素媛接触。尽管这个要求有些牵强，但校长还是点头同意了。爸爸听后赶忙向校长表示感谢，完全忘了自己还穿着笨重的卡通服。可滑稽的动作并没有招来旁人的嘲笑，因为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个爸爸为了保护女儿是何等的艰辛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爸爸不仅在上下学时会默默地跟着素媛，只要工厂里有一丝的闲暇时间，他就会穿上卡通服跑到学校，想尽一切办法让女儿开心。经过他的不懈努力，素媛终于重拾了生活的信心，并主动和同学们交流了起来。但爸爸的可疑行为很快就被小胖发现。 야, 소세지같이 생긴 아가 선인이 새로 산 친구가 面对小胖的疑问，素媛并没有回应什么。等到小胖走后，他立马转身跑了回去。 네 아빠야 아까 아빠야지 내 때문에 내가 아빠야를 자꾸 피해서 일하고 있나? 덥지? 집에 가자. 就这样，爸爸终于放下了心中的顾虑，和女儿手牵着手回到家里。正在店里干活的妈妈被爸爸的造型吓了一大跳。素媛轻轻揭开爸爸的头套，用自己的小手为爸爸擦拭汗水。此刻的爸爸像个孩子一样一言不发，汗水和泪水夹杂在一起，一时间全都流淌在了脸上。很快，法院二审的日子也终于来临了。然而，警方却告诉了爸爸一个不好的消息：由于赵斗淳一直以录像指认证据不实为由，向法院提交了多次申诉请求。 所以这次法院要求受害者必须出面当庭指认才能予以立证，否则前面的指认证据将被判定为无效。而且更令爸爸想不到的是，赵斗淳在收押期间一直辩称自己是醉酒后神志不清。如果这个口供真的被法官认定的话，那么赵斗淳即便被证实了是凶手，最多也就被判15年，甚至短的话8年9年就可以出狱。听到这些，爸爸简直无语到了极点。为了不让女儿受到2次伤害，他主动来到了拘留所。 试图通过祈求的方式唤醒赵斗淳的良知，然而身为畜生的赵斗淳怎么可能主动认罪？他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改之心，反而还嚣张的威胁警告起爸爸。 반말하지 마세요. 되바라진 게 누굴 닮았나 했더니 이제 보니 아빠를 닮았네. 현명하게 잘 생각하세요. 내가 언제까지 여기 있을 것 같으세요? 언젠가는 나갑니다. 听到这些的爸爸彻底被激怒了，他举起凳子疯狂地朝隔离窗砸去，但和他无助的怒吼一样，赵斗淳还是淡定地跟着狱警离开了，只留下爸爸独自在探视房里哭泣。回到家后，爸爸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妈妈。他说，假如赵斗淳真的只被判了8年9年，那么那时的素媛也才不到20岁，极有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报复。为了让女儿不再受到伤害，爸爸决定就算豁出自己的性命，也要亲手解决掉这个恶魔。然而父母并不知道，他们的对话被醒来的素媛听得一清二楚。第二天在法庭上，懂事的素媛主动出庭指认凶手。 检察官让他再次确认凶手的模样，看到嫌疑人的照片，尽管素媛仍旧非常害怕，但为了让凶手绳之以法，他还是鼓起了勇气，再次指认赵斗淳就是真凶。所有人听后都松了一口气。可就在这时，赵斗淳的辩护律师却问了素媛2个问题。他先是问在凶手的身上有没有闻到烟味，素媛诚实的摇了摇头。接着律师又问有没有闻到酒味，毫无心机的素媛当场回答，那天确实闻到了很浓的酒味。然而素媛并不知道，正是他的回答让赵斗淳有了辩解的机会。面对检察官的控诉，赵斗淳坚称自己那天喝醉了酒，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。同时，他的律师向法官递交了一份材料，证实赵斗淳患有严重的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。庭审现场顿时一片哗然。 피고인 최우진 소라세요. 저는 정말 아무 기억도 나지 않습니다. 너무 억울합니다. 피고인 끝났습니까? 끝나다니요. 판사님, 제가 그런 게 아닙니다. 저는 그냥 너무 술이 취해서 아무것도 기억나지 않는데 제가 한 짓이 아닐 수도 있는데
在听完被告人的最终陈述后，法官作出了终审判决。根据现场的指纹以及受害者的指认证据，法官认定赵斗淳就是本案的真凶，而且作案性质恶劣，应当从重判罚。但由于赵斗淳是在醉酒后神志不清犯案，按照韩国的刑法规定，其最高刑罚为15年，所以最终法院判处赵斗淳12年有期徒刑，并且驳回了被害人的赔偿申请。听到这样的判决，整个法庭瞬间乱作一团，所有听众席的人都愤怒到了极点。 그럼 술 먹고 운전하는 것도 봐줘야지. 술 먹고 운전하는 거 잘못이고 술 먹고 저렇게 만들면 안 돼. 그거 봐도 되고. 이게 무슨 재판입니까? 죽다 살아나라가 여 있고 그게 우리하고 내도 여 있고 아빠도 있고 역그래 만든 놈도 있고 증거도 있고 지문도 있는데 겨우 12년이라고 해. 정수 가세요. 12년이면 우리 아가 몇 살인지 아십니까? 自始至终没有发生的爸爸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，他拿起了桌上的名牌，径直朝赵斗淳走了过去。此刻的他已经放弃了生的希望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素媛突然扑了过来，紧紧抱住爸爸的腿。看着坐在地上痛哭的女儿，爸爸的意识终于被唤醒了。他强忍着悲痛抱起女儿，然后在人们的注视中离开了法庭。那种撕心裂肺的痛，最终被永远的憋在了心里。不久之后，家里又增添了新的成员。爸爸给孩子取名叫素王，期待他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。素媛给弟弟做了许多好看的玩具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弟弟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或许只有受过伤的人才笑得最灿烂，因为他们不愿让身边的人承受同样的痛苦。电影至此全部结束。好了，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